哎，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见一个熊猫能把一个人一个家嗨成这样。前几天啊，我们去了一趟成都，刚到成都的时候，大胖姐不开心，因为这一年吧，她一直觉得自己在这个外国人的圈里，在吃辣这个领域上没服过谁，所以到了成都呢，就想彰显一下我是那种能吃辣的外国人。第一顿就找的火锅店，进去就说我要中辣，服务员说你说傻子，大胖媳妇就听个你是傻子，跟人说。我是博士，我是博士。服务员说：“博士，你吃傻子。”大胖媳妇呢就非得点重辣。我说：“咱先点微辣，我知道你能耐，完不够咱再加。”结果10分钟吧，人吃冒烟了，不是夸张啊，就是脸也白了，腿也突突了，就眼睛都不蓝了。垂死之际，一个人在那儿把所有火锅里辣椒全加出去了，告诉服务员：首先不能叫人傻子，第二这才叫微辣，这才叫微辣。然后呢，回到酒店坐厕所上一晚上没起来，又想起被人叫了一晚上傻子，有点不开心，说不过了，我要回家。我说那你自己回去吧，我们明天要去看大熊猫。大胖媳妇亮了，自己把第二天的行程全查了一遍，发现你当完那个大熊猫志愿者之后，人家还给你发一个志愿者证书，嫌自己已有的照片里仪容仪表不好看，还特地找了当地一照相馆去照的证件照，自己收拾的体体面面，准备穿西装去，还说他要携夫人会见大熊猫。你也是。我说那被挟的夫人我就用红光美容仪打个脸吧。他添加了4重矩阵光波，把胶原搞上去，嫩嫩的去看大熊猫。到了熊猫园，我毫不夸张啊，大胖媳妇跟他妈、他爸、他大姨、他大姨夫、他爸的弟媳妇和弟媳妇他姐，还有他一个印度的朋友，就熊猫园开启了实况转播，直播上了。我说哎呦我的妈，我都没见过你家人这么全呢。大胖媳妇说，就我小姨14年前去世了，但是我感觉她今天也在。结果这个直播呢，就是稍微有点掉链子，大伙儿都以为进去就直接能看见熊猫，甚至摸摸熊猫。结果人工作人员告诉他，你们进来先给熊猫铲屎，先当义工，再说见的事儿。这一铲呢，2个多小时，直播间里睡着仨。印度那个朋友说，如果就是让我看路面不干净的话，我只能说这个在我们这儿毫不稀奇。温迪在加拿大那边说，儿子，妈这边天都快亮了，要不你喊2声，给大猫叫来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叫了，千呼万唤，但只有使出来。最后能过了3-4个小时吧，终于见到了大熊猫。五湖四海的人在群里被唤醒，被沸腾了。就在大胖媳妇无限接近大熊猫那一刻，因为地上有水，熊猫啪嚓家一抖，甩了大胖媳妇和彩奥达一脸黄水，亲密接触就结束了。我以为他俩会有些许失望，但人爷俩回家3天没洗脸。回家之后呢，后劲儿更大，首先把自己社交软件的头像给换了，最以前头像是和成龙，后来换成了拿铁，现在换成了熊猫。妈，你咋晒脸皮都干巴了？哎，你都出纹路了，也整一下子。记住啊，从下巴往上戴，那眼睛就不容易有压痕。贼省心，4重矩阵光波，安全维稳抗老，一戴休息10分钟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咱俩一起慢慢抗老。然后那天的结束啊，有3位导游作证。从熊猫园出来以后呢，路边有个老太太放个大扁担，搁那卖那个熊猫园的纪念品。大胖姐就去问去了，是个熊猫钥匙链。老太太说10块钱仨。她大姨在直播间说，我们都买，多买，问他能不能便宜点。大胖姐说，看我的，我去谈。然后拿手机跟人老太太说，这些人啊都要你这个熊猫钥匙链，我至少买8个，你便宜点。老太太说，你要是多买的话，我最优惠的价呢就是3块5一个。大胖姐看着手机，价格给你们打下来了。我都呆了，手机里一片雀跃。太好了，3块5一个。哎，你能想象吗？就他看个欧洲杯能把球服买错了，英国对意大利人买了巴萨的，而且本来不看足球，为了装男人硬看，结果10分钟睡着了。就他，其实人家以前也是苗子，差点被选入国家队，代表加拿大去参加奥运会。这加拿大吧，他选苗子为国家争光这个程序跟咱不太一样，就是他们不是组织找苗子选你练你，得是苗子自己把自己先练好，然后去找组织，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你爱争不争，就不管你多大天赋，你哪怕你是哪吒，你出生的时候是滑旱冰出来的，那人家也不主动找你。然后我老公小时候呢就哮喘，我婆婆就领他上医院看病，医生跟我婆婆说，那小孩哮喘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就练肺子呗，从憋气儿开始。我婆婆说憋气儿咋练呢？拿被捂着呀，看他在里头能蹬几下，那万一捂大个劲儿不蹬的呢？医生说就是从练游泳吧。结果一游上泳，我老公天赋异禀，平时缺那心眼儿全长肺管上了，那蛙泳游的跟蛤蟆疯了似的，就是个涛，校队第1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后来咋停了呢？我老公说当时他正在上学嘛，就是勤工俭学，打了份工，就打这工呢就是收废品，到处收然后卖。完后来如果继续参加这种比赛呢，就不能打这工了。然后我婆婆就说那还是得打工挣钱。我说那咱就捋一捋，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本来可以参加奥运会，然后你和你妈分析了一下世界格局，最后决定捡破烂。我老公说反正在加拿大你要是想当体育明星，那其实是很贵的，因为你得从小自费练，练好了才能入选，练不好了有可能还白练了，那你这练的过程很多家拿不起这钱。
你比如说我老公的妹妹玛丽莎，那以前也是练花样滑冰的，滑的挺好的，那在冰上咵咵咵一顿就转，跟旋转拖布似的。但是冰刀鞋你得买吧，买完你得磨刀吧，他那个脚从33长到42，你得给他换鞋吧，你不能像灰姑娘他妈直接给脚趾头剁了吧。那如果你想专业练，你得有空间自由翱翔吧，你得租场地吧，要不然你身边一堆业余退休老头，他不滑冰他都摔呢，你到那一顿转飞，你降落的时候给他做了呢。还有这个花样滑冰，你得打扮好看吧，你得穿小裙儿，你转起来才是旋转拖布呢，你不能穿校服吧，还兜风还开裆，你还得化妆吧，要不人也白冰也白，上去漂白一片跟贞子似的，那这不都得花钱吗？我说那你妹妹后来咋也不练了呢？我老公说那后来我上大学了，我那工作就给他了，接班了。我说哎呀妈，可惜了加拿大，等于你这一家子体育苗子最后都捡破烂去，破烂换钱。他说所以嘛，加拿大国家挺大，但是体育成就上没有那么璀璨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我说那你也不能光整那客观原因，也有那个成本低的项目，我也没看着你多厉害。你拔河便宜，但是你们还不会蹲铅球，你加拿大那老大地方人都在最南边，北边全是熊，你买个球你往北撇呗，反正熊也有劳保。如果说拳击还得买手套费钱，那你可以相扑啊，相扑真是成本太低了，兄弟，你就找俩胖子一见面往一块头一抱，就开始薅裤衩，薅呗，那薅坏了正好你捡回来。大胖媳妇给我妈气哭了，真的，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。我听我妈的描述啊，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，不可思议。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，给我气笑了。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，来北京了，马上复查了才知道，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，就是复查的头一天得入院，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，不能出来。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，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，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。然后我跟你说哈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，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，那肯定是没事儿；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，蛮子就跟张大野出国似的，也没事儿。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，但又觉得自己会，最容易出事儿。就是那句话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，因为他真敢下呀，真敢下呀。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，就盯着大胖媳妇。哎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，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。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，你住吧，阿门阿门。这不孝来的太具体，我妈没反应过来呀。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，又来找她来了，说那什么，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，跟我妈说你住呗，我就一个充电器，你让我先充完的。给我妈委屈的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，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。我看明白了，我是谁呀？咱可不敢麻烦人家。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，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了还是咋的？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我妈住院，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？大胖媳妇很无辜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，唯物主义者。我妈住院我也不陪，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。她还挺有理呢，还跟我说，哎，对了，咱妈挺诡异呀，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，到现在没回来，要不我出去找找吧，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？你说？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儿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，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，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，这面霜我用的特别好，不止30%高浓玻色因，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，给我妈送去美容抗老，气儿能消不老少。去看我妈之前，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？我去楼上买点毛巾牙刷啥的，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，然后分头行动。当时哈我就多了个心眼，我让我同事跟着他，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，你都帮我记下。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。5分钟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，姐你快下来，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，还扬言要打造山东。你问他那有人参不？你有燃烧吗？喝完。燃烧，你的燃烧怎么样？晚上怎么样是吧？晚上还行不？你的燃烧长吗？长。你的燃烧从哪来？从长白山，东北长白山。我的媳妇东北。喜欢东北啊，喜欢东北。你管他叫山东打造。我要打造山东。可以啊，山东不错是吧？我也打造山东。你好，你我也打造山东不错。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打